小伙伴们的城镇会下雪吗？明明小孩子最喜欢玩雪了，可蓝胖子却一脸愁容，因为家有一宝极度怕冷，就算老爸亲自上门请大雄出山玩雪，大雄也只是瞪大眼睛。他也明白老爸苦口婆心的用意，机器呢不运作会生锈，人要是不运动呢，这个人也就废了。可大雄这么懂，为何还要当个死肥宅呢？这还得从惰性说起，毕竟不工作纯睡觉才是最香的。这时老妈一声怒吼，大雄起床出门一气呵成，可惜大雄脚下一滑，硬生生摔成了吉娃娃。这一伤，大雄就有了不出门的理由，可以名正言顺的家里蹲了。蓝胖子灵光一闪，就开始原地减肥，而且一跑就是上百圈。为何萌宠突然酷爱减肥？只见他拿出消除疲劳膏贴。大雄刚才受伤，脚上所贴的是消除疼痛的膏药，而蓝胖子这款是可以消除疲劳的，只需贴到后背，蓝胖子就仿佛体验了一次大保健，一口气又可以再跑100圈。再将膏药贴到大雄身上，刚才蓝胖子所经历的疲惫感就会通通的传给大雄，这正是大雄此时此刻最渴望的。毕竟运动后睡眠质量就会提高，大雄渴望更多的疲惫感。蓝胖子只好出门当个收集疲劳的打工喵，只为了拯救大雄缺乏运动的问题。可疲劳之人并非好找，但好在遇到了静香三人正好刚滑完雪，疲劳感满格。蓝胖子给每人都来上一贴大保健，顿时疲劳感去无踪，又可以进行嗨了。蓝胖子也得到了疲劳贴，可返程的途中，蓝胖子一个脚滑，老爸直接被误伤，只好再次收集自己的疲劳。此时的大雄等得有些小期待，可疲劳贴上身却不见疗效，大雄现在还是个半残。蓝胖子只好继续当个打工喵，正巧碰到虎发二人在打活雷锋，被七大姑喊来当搬运工，胖虎还在发愁。蓝胖子的到来正好可以解了燃眉之急。可搬家这种体力活和运动的疲劳完全不同，但虎发二人仅仅用了一个眼神，蓝胖子就只能乖乖释放大宝剑，两人瞬间原地满血复活。但胖虎并未准备放猫走人，因为这个是个免费的回血包。可蓝胖子还是准备先给大雄看看效果。回去的路上，蓝胖子看到个周末还要上补习班的少年，正常小孩谁爱学习？为了拯救祖国的花朵，蓝胖子高刀并除，小孩子是轻松了，可疲劳却转移给了老妈，希望老妈可以因此理解孩子的不易。可这样一来，又得从头开始收集疲劳了。这次蓝胖子运气爆棚，就遇到了马拉松比赛。30岁的孤寡老人已筋疲力尽，蓝胖子混入跑道，一发还我年轻贴，让老人重回20岁。功效这么棒，谁不想贴一下？蓝胖子直接被包围，一贴、2贴、3贴，9981贴后，疲劳是收集完了，而且还有点超载。但蓝胖子丝毫不慌。回去的路上，蓝胖子膀胱一扫，就看到累成阿飘的虎发二人。蓝胖子还想打个哈哈，选择直接跑路，可累成狗的胖虎可不会轻易放猫走人，就算满格也只需一个眼神，蓝胖子就乖乖来了套大宝剑。再一看疲劳贴，青蛙都快升天了。岂料虎发二人不讲武德，因为蓝胖子的回血包来晚了。蓝胖子吊着一口气回到家，可大雄却嫌弃蓝胖子回来晚了。既然大雄冷酷无情无理取闹，蓝胖子也只能六亲不认了。疲劳贴一上身，疲劳感直接实体化。晚饭时间唯独不见大雄身影，而下一秒雷神狗的干饭人终于来了。那么小伙伴们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感觉到疲惫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静香和老妈跟蛋糕店干上了，进出出10来次，就是啥都不买。而这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街头的一次相遇。看着胖虎玩着小夫的滑板，大雄才不羡慕嫉妒恨呢。回到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求老妈赏个滑板。可离圣诞节还有2天，圣诞老人还在出发的路上呢。毕竟圣诞节当天收礼物才有气氛嘛。大雄只能把一肚子苦水说给蓝胖子听，只怪老妈脑筋太硬，理解不了大雄有颗收礼的心。看着大雄的生活仿佛都失去了色彩，蓝胖子只好掏出更改日期的日历，抓起大雄的手就给佩戴上了，让大雄试着转下旋钮，日期就改变了，调到25号，这附近就变成了圣诞节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大雄找老爸先试水，老爸想都不想就说今天是25号，可问题也随之而来。25号，老爸原本是要出差的，也不管帅不帅，光着脚就冲出了家门。虽然把老爸坑得不轻，可想要礼物到手，总得有人牺牲嘛。这时，电视上的新闻就说今天是23号，眼看就要暴露，可没想到老妈化成暴怒的女帝，只接一通电话就要举报那个口误的播音员。还好大雄以要礼物才拦住了老妈，可圣诞节来得太突然，老妈压根儿还没买礼物呢，决定等到明年的圣诞节一起给。眼看到手的滑板就这么凭空飞了，大雄把日期又调回了23号，给老妈都整傻了。穿上贵妇装就要出门买礼物，同样被坑的还有老爸。
刚出门就回来了。这时老妈回来了，大熊迫不及待的就想拆盲盒，可老妈决定到圣诞节才送给大熊。大熊是会默默等待的人吗？把时间调到25号，滑板顺利拿到手。老爸再一次要出差，拿着滑板还没跟虎父二人炫耀完，两人也想起今天是圣诞节，说还没个礼物呢。大熊刚要把时间调回到23号，却偶遇了要去买圣诞蛋糕的老妈。傻子才不想白嫖蛋糕呢，一路跟踪，看到老妈来到蛋糕店，大熊两人还沉浸在白嫖蛋糕的快乐中，就看到了俩熟悉的面孔，真是人在街上走，猫从天上来。为了证明静香到底爱着谁，大熊又把时间调到了情人节，谁知静香直接弃学霸而去。眼看蛋糕就要到手，众人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情人节，老妈空手而归，反倒是静香来买心情巧克力了。看着到手的蛋糕就这么飞了，大熊把时间又调到圣诞节，这下轮到静香一脸蒙圈了。眼看静香空手而归，大熊又调回了情人节。大熊在情人节与圣诞节之间来回切换，给老妈和静香累够呛。但最惨的还属要出差的老爸，蓝胖子气的就要调回原来的时间，但大熊才不会给他机会，踩上滑板就一路逃窜。可大熊这技术也是堪忧，直接用面条做了个新款发型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本准备找爸妈要点零用钱，可爸妈此时是相当团结，要钱坚决没有。大熊只能默默把时间调成新年，这下家里更乱了，哪有人家过年啥都不准备的呀？零用钱又泡汤了，老妈老爸火急火燎的为家准备着新年的氛围，眼看自己玩的有些过头了，大熊跟爸妈坦白了一切。眼看爸妈这是要今晚男女混合双打的架势，大熊只能寄托于愚人节了。虽然暂时安全了，可明天又要咋办呢？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又到了1年1度大熊的生日，哪个孩子不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呢？打开相册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时光飞逝，大熊很快就会上初中，再上高中，大学估计没戏，但媳妇儿应该能娶到。跟小孩子谈婚嫁，大熊小脸就燥热。大熊害羞地追着蓝胖子满屋跑，但大熊心中早有了新娘的人选。岂料蓝胖子当头一棒，未来会变哟！大熊彻底慌了。郑小静香还打来电话，传来一个噩耗，竟不来参加大熊的生日趴。烫伤的时候去搓澡，骨折的时候撑杆跳。大熊生怕自己的新娘变成三梦奇缘，坐上时光机就冲向了未来，直接迫降到了卫生间，而且还是个公厕，在家成了公厕。大熊彻底慌了。再看看周围，早已翻天覆地大变样，有困难就找警察叔叔。根据叔叔的指引，两人来到了新家，马上就要看到真相。大熊慌得一批，刚要按门铃，大熊又觉得空手来不太好，蓝胖子只好拿出透视镜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小秘密。岂料屋中美人一个回眸，妖兽了，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是静香。美人出门查看，可大熊早已逃之夭夭，却意外撞见了未来静香。大熊火急火燎追了上去，却看到静香进了另一处家门，原来这才是自己家，一定是警察搞错了。大熊又看到了希望，可门外上的出木山将大熊打入了万丈深渊，日防夜防还是没防住人类高质量男性。大熊失恋了，岂料下一秒静香竟手指大熊，让他喊自己老妈，这剧情太烧脑，大熊完全理解不了。竟然会被误认为静香的孩子，那铁定没跑了，自己的未来媳妇儿就是静香。原来家中的这位盛世美颜是小夫的妻子，带自家孩子出征来讨伐大熊的孩子。下一秒小夫闪亮登场，小夫虽没长高，但气度倒是长了不少，竟不追究大熊孩子欺负小夫孩子的事。下一秒小夫化身人间极品，油腻的示爱方法让盛世美颜无地自容，选择直接拖走回家跪搓衣板。现在没外人了，静香也不再隐藏本性，施展起了咏春拳，掌掌到刚烈。静香打爽了，才想起要给大熊准备生日趴，而墙上的照片记录了大熊与静香的点点滴滴，看上去是幸福的一家三口。突然厨房传来一声尖叫，嘱咐静香烫伤了手，伤在媳妇儿身，痛在大熊心。大熊好奇为何静香会选择了自己，可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听着这满分的回答，大熊也亲自上手，为未来的自己准备生日趴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蓝胖子也在隐身斗篷中搭把手，虽然越帮越乱，但这就是生活。随着生日蛋糕的完成，生日趴也准备完毕。此时房门打开，真假小小熊大眼瞪小眼，静香都惊呆了。岂料小小熊的性子随了胖虎，看着大熊自称老爸，小小熊选择重拳出击，打得大熊跪地求饶。岂料小小熊不仅没停手，反而拳拳照脸打，既然打不过，两人只能逃。但静香似乎注意到了什么，
大熊一路逃，小小熊一路追。大熊两人逃回公园，可时光机的坑位被人占了。此时，小熊赶到，一个冲刺，就是一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的3连击。等大熊两人返回现代时，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。但风雨后有彩虹，说不来的小伙伴们都来了。看着媳妇儿地上的蛋糕，大熊小脸燥热，因为这是媳妇儿亲手做的，满满都是爱的象征。点上蜡烛，大熊还是那个3年级的小学生。那么，小伙伴们知道大熊的生日是哪天吗？